312握把和逻辑板安装。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，如何把握把装到1、2下身上，还有如何把握把里边的信号线插到控制逻辑板上。有一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就是在我们往控制逻辑板上插信号线的时候，千万不可以连通电池，这可能会导致控制逻辑板烧毁。下面我们来观察握把，这是握把主体，握把底盖，这是安装握把用的小螺丝，2颗 M3 的平杯螺丝，4颗带电十字花螺丝。这4颗螺丝是用来固定握把主体的，穿过握把上这4个孔来固定握把主体。这2个 M3 的内6角平杯螺丝是用来安装握把底盖的。把底盖装上后，用这2个平杯螺丝来固定。下面来看一下控制逻辑板。控制逻辑板有一个 Type-C 接口，这个 Type-C 接口让我们可以通过电脑来更新系统版本，更改一些性能参数和配置1、2的一些行为模式。后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开放一些功能，或者做某些功能升级。在 Type-C 插座的同一个面上，还有2个插座，一个插座是4针的，一个插座是3针的。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，每一个插座里边，在2侧的窄边上各有一道凹槽，每一个插座都是一样，在2个窄边上面都各有一道凹槽。这个凹槽布局中是更靠近一面的。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信号线的插头，插头也是一样，它的2侧侧边上也是有经纬的，这个经纬正好对应插座2个窄边上的凹槽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纬是更靠近插头平坦的这边。那怎么去插呢？插座上离凹槽比较近的这一边，对应着插头比较平坦的这一面。插的时候要对正，不要歪。如果歪了的话，有可能把里边的非常细小的针给顶歪掉。针歪了之后就不容易纠正，不纠正就会产生问题，导致1、2功能缺失，或者是行为不正常。所以插头要对准，各个角度都对准时，是可以轻松的插进插座里的。对准了之后不要歪，这是可以很轻松的送进去一半，然后就可以把插头推到底，这样就是到底了。可以看到这4个小的经纬跟插座的边缘已经对齐了，那这样就代表这个插头已经插到位了，剩下这几个插头的原理都是一样的。现在来观察一下插座的规格，这个是4针的插座，它比较宽，里边有4根针。旁边的这个是3针的插座，这个角度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，一个插座里面是4针，一个插座里面是3针，还有2针的插座。这个就是2针的插座，它非常的窄。那在这个控制逻辑板上边，有4针的插座、3针的插座，还有2针的插座，绝大多数是3针的插座，4针的插座有3个。这一个123啊，这面全都是插座，这面比较多 ，L 型的全都是插座 ，Type-C 接口的，这边只有2个插座，一个4针，一个3针，比较多插座的这一面，这个是3针的插座，它下边这个是2针插座，在下边是4针插座，4针的下边又是一个4针插座，接下来的2个，包括拐弯这里，这2个都是3针的插座。我们这次不会把它们全部都用光。接下来看一下插头，先来看这个4针的插头，这个是4针3线，4个孔，但只有3根线，蓝色、绿色、白色，还有一个4针的插头，它的颜色比较鲜艳，它这4根线是蓝色、绿色、
红色和橙色，下身上边。目前只有2个4针的插头，还有一个2针的插头。这个插头比较简单，它只对应控制逻辑板上面的唯一一个2针插座，有一边的翅膀已经剪掉了，剩下全都是3针的插头。它们的接线颜色也各不相同。一会我们来看如何按照顺序把这些插头插到逻辑板上。我们先把握把装上，把所有的信号线都穿过握把中间的这个大孔，没有例外，全部穿过去。全部穿过去之后，就像这样，把握把装到位。装到位之后，用这4颗十字带电螺丝从里边穿进去，固定这个握把。这4颗螺丝从里面伸进去，穿过4个固定螺丝孔，把这个握把固定好。只要把孔对准，螺丝对准，找准螺纹，慢慢往里拧就可以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把信号线插到逻辑板上。首先找到这个4针3线的插头，把它先插到有 Type C 接口的这一面的这个4针插座上。注意，这个插头的平台面要朝上，4针插头的平台面朝向我们这个方向，然后角度正正的把它缓慢推进一半。如果可以很轻松推到一半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把它完全推进去。旁边的这个插座目前不使用。然后我们找到3针插头，但只有2线，1红1黑的这个插头，把它插到反面最上边的这个3针插座里，同样要注意角度和方向。我们把逻辑板横过来，然后插头也是平台面向我们自己，先推进到一半。如果过程中没有什么较大的阻力，就可以一直推到底。接下来的是这个2针插座，那就找到这个2针插头，一边已经剪掉一个翅膀，平坦的面朝向我们自己，把它插到这个2针插座里，也是先缓慢推进一半，没有大阻力再直接推进去。接下来找到4线的插头，这4根线比较鲜艳，蓝绿红橙，把它插到从上往下数第3个插座里边。这个插座是4针插座，摆正角度，然后往里推入一半。如果没有什么阻力，就推到底。下边和它相邻的这个4针插座，现在是暂时不用，跳过。再找到有红黑黄3线的3针插头，把它插到各一个位置的插座上，用正确的角度插进去，轻松插进一半，再把它推到底。接下来是与红黑黄线插座相邻的插座，用的是紫色、咖色和灰色这个3线的3针插头，把它插到红黑黄线相邻的这个插座上，也是平坦的这一面面对我们。这一排上面所有的插座都是插头平坦面面对我们自己，正确的角度推到一半，没有阻力，然后把它推到底。接下来还剩下2个插头，一个插头只有1根黄线，1根黄线的3针插头，把它插到这里 L 的拐角上，
把逻辑板转到我们能看到 Type C 的这个角度，然后把插头的平坦的面面向我们，缓缓推进一半，没有太大的阻力，再把它推到底，然后就是与它相邻的这个插座，还剩下一个插头，3针的2线插头，是白线和黄线，也是一样，在我们能看到 Type C 插口的这个角度上，把这个3针插头的平坦面面向我们推进一半，没有太大阻力，再把它推到底，这样就把所有的信号线都接好了。接好之后，我们非常小心的把这些线和逻辑板给推到握把里面去，非常小心的缓慢的推进去，要注意这些信号线和逻辑板不要露在外边，避免被握把盖给挤到，尽量往里去进，让它们待在大概是这块位置。信号线和逻辑板大概待在这个位置，这样往上盖盖子的时候就不会意外的挤压到或者压断信号线了。盖上盖子后，用这2颗 M3 内6角平杯螺丝把握把盖给固定住就可以了。谢谢观看。